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號，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理查老師會教你們一些成語故事，或者呢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然後有一些故事是生活的小故事啊，所以如果你們喜歡聽故事，你們不喜歡學習 HSK 的同學，歡迎你每周二準時來跟我一起學中文，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多多留言，不管是直播的時候或直播後，你都可以多多留言，讓 YouTube 的算法找到我啊。那老師希望自己的頻道越來越多人訂閱哦。好，那麼今天就不跟你們打招呼了，我們直接來說故事吧。今天要說的這則成語故事呢，非常的有名。這個成語故事啊，也是母語者都知道的一個典故。那這個成語呢，在說話的時候，偶爾我覺得沒有那麼長哦，但是偶爾會用到。但是只要用到了，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哦。好，跟我念一遍好嗎？掩耳盜铃，掩耳盜鈴。掩是什麼意思？就是捂住的意思啊，捂住眼睛，捂住耳朵。耳當然是你的耳朵。盜就是偷的意思，偷。鈴就是鈴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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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 啊，鈴鐺啊。好，那各位同學，掩耳盜鈴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呢？讓我們來看看。好 ，OK。好，很久以前，村裡住着一個年輕人，叫阿杰。他非常貪心，不想努力工作。好，那麼常常你們會聽到故事的一開始，我們都會說很久以前，或者很久很久以前哦。好，那村裡有一位年輕人，正常來說，年輕人應該是努力學習或者努力工作，對不對？但是這位年輕人呢，他的名字叫阿杰，他不努力工作，他也不努力學習，相反的，他非常貪心。什麼叫貪心？就是什麼都要，連一些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也要。那麼這種人就是貪心的人，看到別人有什麼，自己也想要擁有，而且呢，可能會用偷竊的方式得到貪心，或者已經擁有很多了，他還希望得到更多更多更多。貪心的人一般都是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他所想要的東西。貪心，對 greedy greedy 很好。這個 Henny 說他很懶惰，不想努力工作的人，不能這樣說，對不對？有時候我們也想偷懶，有沒有？我覺得這個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就是有時候你太累了，你會想要偷懶，但是你不可能每天都在偷懶，對不對？所以如果你偶爾偷懶一下沒關係，但是阿杰不一樣，他根本就不想努力工作啊。好 ，OK， 那麼我們看看阿杰發生了什麼事啊。好，阿杰空閒的時候都會在村子附近散步，到處順手牽羊。好，阿杰空閒的時候，老師，什麼叫空閒的時候？就是你有空的時候，你不忙的時候，你有多餘的時間的時候，這個叫空閒的時候。一般來說，各位同學，在你空閒的時候，你會做什麼呢？有的人會讀書，有的人會學習中文，有的人會去健身房運動。所以，如果你空閒的時候，你會做一些你喜歡做的事情。或者就什麼都不做，發呆也有可能发呆，對不對好，空虛的意思就不一樣了空虛的意思是表示你的內心覺得很寂寞，希望有人陪伴你，
所以空虛的意思就是你很寂寞，你很孤單啊。好，那阿杰空閒的时候會在村子裡面村子附近散步有時候你會想去公園散散步，对不对？到處順手牽羊。好，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語叫順手牽羊哦。好，各位同學，順手牽羊的意思就是你看到那裡有一頭羊，不曉得是誰的，沒關係，我就把它牽走吧，變成我的了。可是那頭羊不是你的呀，怎麼辦呢？所以這種人是怎麼樣的人？看到那裡有一頭羊，然後也不曉得是誰的，他就把它牽走了，變成自己的。這是一種偷竊的行為，對不對？不屬於你的東西，你不應該拿走或牽走。那這種人會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拿走，這是偷竊的行為哦。所以順手牽羊的意思就是偷東西。好，這個成語非常的常用，請你記起來，順手牽羊的意思就是偷東西哦，偷東西。好，所以呢，阿杰到處偷別人的東西哦，所以順手牽羊的意思就是偷別人的東西哦。好 ，OK， 我們往下看。村裡的人都不喜歡他，常常私底下笑話他。好，那常常私底下，好，各位同學，如果你私底下做一些事情，那麼它的意思就是你不想要讓別人知道你做什麼。所以如果你私底下做了某一种行為，表示你不想要公開，你不想要讓別人知道啊，不想要別人知道你做什麼，所以你会私底下啊。所以村裡的人沒有當着他的面做這件事情，是私底下偷偷的做這件事情。什麼是笑話他？就是嘲笑他的意思哦。笑話他就是嘲笑他。笑話本來是一個名詞，就像英文的 joke， 但是呢，在口語中我們會把它當動詞用。笑話他就是 like make fun of him or laugh at him， 就是嘲笑他的意思哦。笑話他就是嘲笑他哦。艾雲說不是艾雲雅玲說路上看到錢，有人會把它撿走哦。对，艾雲說順手牽羊應該是 snatch 是順手牽羊是一種動作，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個人哦。好，笑話本來是名詞但是口語中是可以当动詞的，我們直接把宾語放在後面就可以了。笑話他，笑話某一個人私底下是在他的背後嘲笑他。好，蘭默你可以說村裡的人都不喜歡他，常常在他的背後笑話他，就是 behind someone在他的背後嘲笑他。有一天，他路過一戶有錢人家，他抬頭一看，哇，大門上掛着很多漂亮的鈴鐺。好，各位同學，什麼叫鈴鐺呢？你看這個照片就知道了這個就是鈴鐺好，那這些鈴鐺又漂亮又貴重所以他路過表示是你沒有計劃的、不經意的經過一個地方你沒有計劃，也沒有這個刻意的，你是隨意的走過一個地方，路過。好，他路過一戶，好，注意這個量詞一戶有錢人家。什麼叫有錢人家？就是 rich family。你是不是有錢人家？如果你家裡有很多黃金珠寶、金銀珠宝，你的房子很大，那麼你可能是一個有錢人家理查老師不是有錢人家好，那阿杰抬頭一看，大門上掛着
很多漂亮的鈴鐺。好 ，OK， 那各位同學，你們可以想想看哦，阿杰是一個貪心的人，他喜歡到處順手牽羊。那麼他接下來會做什麼事情呢？你們可以猜一猜。當然，他開始計劃想要把這些漂亮的鈴鐺偷走，對不對？哦，因為他是一個喜歡順手牽羊的人啊。這個雕塑，這個叫石獅子，石就是石頭，對不對？石獅子。好，你可以叫它石獅就好了，你也可以叫它石獅子。這個可能各位同學在這個中國很多廟宇的門口都會放一對石獅子，對不對？在廟的門口一對石獅子。好，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這些鈴鐺做工非常精緻，風吹過的時候還會發出清脆的叮叮聲。好，那麼各位同學，這些鈴鐺做工非常精緻，或你可以說精細也可以精緻或精細，就像是英文的 delicate。那它的意思就是這些鈴鐺上面可能會有很漂亮的裝飾或很漂亮的花紋，所以你可以感覺得出來，這些鈴鐺不是普通的鈴鐺，它是非常貴重的。做工非常精緻或精細表示你看這個鈴鐺的表面會有一些美麗的雕刻或者是花紋，它跟普通的鈴鐺是不一樣的，對不對他開始計劃偷鈴鐺，順手牽羊，對，的確是比較像沒有計劃的對，不過我覺得順手牽羊它着重的是偷的這個行為，偷竊的行為，所以這個也算是順手牽羊吧。好，風吹過鈴鐺的時候，還會發出清脆的什麼叮叮聲，叮當叮當，這個是鈴鐺發出來的聲音，對不對？那清脆表示這個聲音很好聽，很響亮。好，響亮，幫我打一下好嗎？清脆的意思表示這個聲音非常的乾淨，非常響亮，好聽，清脆。你可以形容一個人的歌聲，唱歌的聲音很清脆，哇，那很好聽。鳥叫的聲音很清脆。好，精緻跟精巧，可以做工非常精巧，也可以巧，強調的它是這個雕刻非常的細緻，非常的精細。非常的美那種感覺響亮很好清脆就是好聽響亮的聲音，鳥的叫聲，人的歌聲都可以用清脆對，我們說清脆悅耳，悅耳就是很好聽，你也可以說很動聽。好，所以這些形容聲音很美妙的這個形容詞，你們可以把它記起来，清脆悅耳，動聽更口語的你可以說好聽，對不對？好聽動聽好聽都可以好，阿杰十分喜歡這些鈴鐺，想要偷偷帶回家。好，各位同學，這個偷偷帶回家當然是不希望其他的人發現，他要把這些鈴鐺據為己有。他要順手牽羊，據為己有，把這些鈴鐺偷回去放在自己家裡面好，那阿杰應該要有一些計劃吧，他不能夠直接把鈴鐺拿走，對不對？我們看看阿杰有什麼計劃好，阿杰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可是只要有人碰到鈴鐺就會發出響聲，聲音會吵醒房子的主人。好，各位同學很有道理，這件事情呢，的確是必須要解決的事情可是只要有人碰到
鈴鐺，鈴鐺就會搖，對不對？鈴鐺一搖動，當然就會發出聲響或響聲都可以哦。你可以說聲響，或者說響聲，你也可以說聲音啊。我們這個中文講 sound 有非常多的說法，響聲、聲音聲響都可以啊。好，發出這個詞要特別注意哦。我們通常會發出什麼？發出聲音，還有呢，發出味道。比如說有一些食物它的味道比較刺鼻，發出了刺鼻的味道。所以這個發出可以用在，我覺得用在3種地方。第一個是聲音，發出聲音；第二個發出什麼味道；第三個發出光，有一些光，哪裡發出了光 ？light 光，所以發出一般用在光、聲音、味道上面秀珍歡迎。這種行為是不是 kleptomania？ 這個英文我看不懂艾雲，這個英文太難了。你在考我的英文，這個英文我還真沒看過呢。好，聲音會吵醒，就是有一點因為聲音很大聲，所以這個人可能剛好在睡覺，他被聲音吵醒房子的主人。好，那麼這個問題阿杰要怎麼解決呢？我們來看看阿杰是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好，於是阿杰捂住自己的耳朵，心想，這樣不就聽不到鈴鐺的聲音了嗎？我真聰明。那阿杰想出的辦法，你們想想看，是不是一個好辦法，還是一個愚蠢的方法？阿杰捂住，好，我們可以捂住眼睛，我們可以捂住耳朵，對不對？我們可以捂住身體的部位，看你要捂住，你可以捂住，如果你不想讓那個人說話，你可以捂住他的嘴巴，不讓那個人說話。你可以捂住嘴巴，捂住耳朵，捂住眼睛，捂住鼻子好，那麼阿杰心裡想，這樣不就聽不到鈴鐺的聲音了嗎？我把耳朵捂住了啊。可是他真的很聰明嗎？各位同學想想看，如果你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只有你聽不到聲音啊，別人還是聽得到聲音啊，對不對？所以你們覺得阿杰聰明嗎？他不但不聰明，而且有一點愚笨吧。他實在是一個很笨的人吧？好奇怪的人哦。他怎麼會覺得捂住自己的耳朵，別人也聽不到聲音呢？這不是很奇怪的一個邏輯嗎？好奇怪的一個人，對不對？好，那所以我們的這個成語叫掩耳，就是把耳朵捂住，叫掩耳盜鈴。對，愚蠢的想法。對，這種有一點像這個同學說的鴕鳥心態，對不對？好像把頭埋在土裡，事情就不會發生了。這是一種逃避的行為，對不對？逃避的行為好，然後阿杰把耳朵捂住之後，他用另外一隻手伸手摘下漂亮的鈴鐺，結果鈴鐺發出清脆的聲音，叮咚叮叮叮叮叮叮。房子的主人當然聽到了這個聲音，因為鈴鐺的聲音很響亮，對不對？所以房子的主人馬上跑出來，誰偷走了我的鈴鐺？他聽到了鈴鐺清脆的聲音，對不對？所以阿杰被主人怎麼樣？抓住了。好，要記得 catch， 抓住了。阿杰被房子的主人抓住了。好，我再念一次阿杰一手捂住耳朵，另外一手伸手，他伸手摘下漂亮的鈴鐺。好，各位同學，如果有一棵樹上面有很多蘋果，你可以去摘蘋果。所以摘通常是從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拿東西。你可以摘果子，你可以
摘鈴鐺，這個故事裡啦，你可以摘鈴鐺。還有一種摘是把身上的配件摘下來，聰明反被聰明誤。秀珍，這個俗語你一定要記起來啊，叫聰明反被聰明誤。好，各位同學，身體的配件也可以用摘這個動作。好，各位同學，理查老師戴着眼鏡，對不對？那我現在是怎麼樣？這個動作叫什麼？我什麼？你們會說嗎？這個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的動作哦，摘或摘下。理查老師把眼鏡摘下來，或者理查老師摘下眼鏡。好，對。這個有一些衣物的配件，比如說老師的手錶，理查老師現在在把手錶摘下來，把手錶摘下來哦。所以耳環，如果有女生有戴耳環，有的男生也會戴耳環，我把耳環摘下來哦。那在台灣呢？在台灣哦，其實也可以說拿下來。台灣更口語，我們可以說把眼鏡拿下來，可以哦。在台灣是可以用拿下來，把手錶拿下來，把耳環拿下來。在台灣也會這樣說哦。好，那在大陸他們會說摘下眼鏡，摘下耳環哦。好，摘下耳機當然也可以，很好，可以把耳機摘下來，可以。把耳机摘下来，或者你有戴那個隱形眼鏡，你們知道那個 contact lens 隱形眼鏡，有的人哦，他戴隱形眼鏡，那他可以把隱形眼鏡摘下來，把隱形眼鏡哦摘下來 contact lens 啊，隱形眼鏡摘下來哦。好 ，OK。主人一臉疑惑，看見這個奇怪的小偷，一手拿着鈴，一手捂着耳朵，真的是個很奇怪的小偷。好，一臉疑惑，我覺得這個表達非常好。一臉就是滿臉，他的臉上都是怎麼樣的表情？好，一臉疑惑就是滿臉都是疑惑的表情。疑惑就是他有一點不敢置信。或者覺得這個人怎麼會這樣子哦？所以他覺得為什麼他搞不清楚，有一點 confused， 他不曉得為什麼這個人會做這樣的事情。這個奇怪的小偷一手拿着鈴，好，我們這邊可以加個另一手哦。好，這個我們用另一手更好，因為我們有兩隻手，對不對？一手，另一手，好，所以我們加個另，有點像這個英文的 another。或者是the other的那種感覺哦，一手拿着鈴，另一手捂着耳朵。好，這個表達記起來，一手怎麼樣，另一手怎麼樣。好，我們人都有兩隻手，對不對？好的，可以理解了嗎？我們往下看。阿杰這時還不明白，為什麼別人可以聽見鈴鐺聲呢？我不是把耳朵捂住了嗎？為什麼別人還聽得到聲音呢？他不明白。所以阿杰其實是一個不太聰明的小偷。好，主人很快把他抓住，送到村長家。好，各位同學，阿杰還不清楚，還不明白，他明明把耳朵捂住了，為什麼別人聽得到聲音呢？當然，你把耳朵捂住，只有你聽不到聲音啊，別人還是聽得到聲音啊。所以我們可以說阿杰是一個不太聰明的小偷啊。哦，好 ，OK， 好，那麼你們可能會覺得有點疑惑哦，就是為什麼房子的主人要把阿杰送到村長家裡呢？因為在古時候啊，村長是負責解決糾紛的人啊，因為村長是一個村子裡面職務最高的人
他是這個村子裡面的大家長，對不對？所以呢，如果村子裡面發生了什麼糾紛或偷竊的問題、偷竊的事情，那麼都會請村長解決。好，所以為什麼要送到村長家？就是這個原因。好的，故事結束了。我們來看一下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問題1，阿杰平時在村子裡做什麼？好，你們知道答案嗎？阿杰平時在村子裡面做什麼？好，剛剛的故事你們有沒有注意聽？很久以前，村子裡有一個年輕人叫阿杰，他怎麼樣？他非常，這個我也要，那個我也要，理查老師的東西我要，春嬌的東西我也要，藍墨的東西我也要。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很好，貪心的人。阿杰是個貪心的人。然後呢，他空閒的時候怎麼樣？他空閒的時候會在村子附近，這個考你們記憶力，考你們剛剛有沒有專心上課哦。對，很好，他空閒的時候會在村子裡面散步，到處什麼什麼，這個成語叫什麼？順手牽羊，很棒，你們都記得啊。好，所以各位同學，你們在聽故事的時候，要把故事的一些重點記起来。那麼你們對中文的这個敏感度會更高，你的語感會更加的敏銳。好，我們看問題2。阿杰為什麼捂住耳朵？阿杰為什麼捂住耳朵？好，阿杰到了一個很漂亮的房子，他看到房子的門口有很多掛着很多做工精緻的鈴鐺，所以他想要去偷這些鈴鐺，對不對？那阿杰知道，如果鈴鐺發出了清脆的響聲，房子的主人會出來把他抓住，所以他想出了什麼方法呢？很好哦，這個阿杰捂住耳朵，他就以為別人聽不到鈴鐺的聲音。你們的回答很棒哦。阿杰以為只要捂住耳朵，別人就聽不到鈴鐺的聲音，他自己聽不到，別人也聽不到鈴鐺的聲音。很好哦，他以為這樣做大家都聽不到鈴鐺的聲音了。但是他其實不太聰明，怎麼可能呢？好的，所以他捂住耳朵的目的是，他覺得只要捂住耳朵，不止他聽不到鈴鐺的聲音，別人也聽不到鈴鐺的聲音。好，那麼我們看一下問題3，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好，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你們可以想想看哦。當然理查老師等一下會告訴你們幾個不錯的成語哦。那這些成語的意思都跟掩耳盜鈴很像哦。好，剛剛有同學說好像鴕鳥一樣，對不對？鴕鳥心態指的是逃避。我覺得這個故事並不太是逃避的意思哦。這個故事比較是自欺欺人。好，各位同學，這是一個很棒的成語哦。其實掩耳盜鈴的故事就是告訴我們不要當一個自欺欺人的人，欺騙自己也欺騙別人，叫自欺欺人。所以這個故事主要告訴我們的道理就是，我們做人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欺騙了自己，也欺騙別人。但是我們有時候會像阿姐一樣做這樣的事情，自欺欺人的事情。對，自欺欺人。各位同學可能覺得阿姐好笨哦，她不太聰明。可是你仔細想一想，我們有時候自己
也會做自欺欺人的事情，騙了自己就感覺好像騙了別人，把別人也騙了一樣啊。就像是對有的人只要覺得啊，反正我不去解決，我不去想這件事情就沒事了，就解決了。其實你在欺騙自己，這件事情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它一直存在，但是你騙自己它解決了。所以我們不要笑阿杰，有時候想一想，我們自己有時候都在自欺欺人，欺騙自己，但是事實上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啊，並沒有解決啊。有人說想要上我的私教課嗎？這個同學你可以到老師的這個老師的 YouTube 這邊上面有一個這個私教課的鏈接哦，你可以去看一下哦。好，所以各位同學，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就是我們不要當一個自欺欺人的人哦。其實我們有時候就跟阿杰一樣哦。很多事情我們不想面對，我們就騙自己說不要面對，事情就會解決了。我們其實是在自欺欺人，我們是在掩耳盜鈴，我們在做一些掩耳盜鈴的事，我們自己都不曉得。我們跟阿杰一樣，我們在騙自己，我們自己都不曉得。好，比如說比如說你的老公他外遇了，你就騙自己說啊，不可能，我的老公不可能外遇，不會的，他還愛着我。你身邊的所有人都跟你說你老公外遇了，他每天這麼晚回家，你看他的衣服上還有唇印、口紅印，你要面對現實呀。不會，我老公不可能外遇，我老公很愛我。你還在欺騙自己，有些時候你真的不想要承認這個事實，你想要讓自己好過一點，所以你欺騙了自己，然後你也覺得別人也會被你騙了，所以這個就是自欺欺人。你不願意去面對事實，不願意去面對自己脆弱的時候，所以我們有時候都跟阿姐一樣，我們都可以想一想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時刻。好，所以各位同學，這個自欺欺人掩耳盜鈴，講的就是一個人不想面對現實的一個心態。好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生詞每個生詞我會念3遍好，順手牽羊，順手牽羊，抬頭，抬頭，鈴鐺，鈴鐺，吹。好，吹有很多種意思第一個就是吹，生日的時候，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哇，蛋糕上有蠟燭，你會吹蠟燭，吹蠟燭。再來，有些樂器是用嘴巴的，你可以吹笛子，吹笛子，吹口琴，吹口琴吹喇叭，吹喇叭有別的意思再來這個你們會不會說？這個叫吹什麼？這個叫吹什麼？吹，不會了吧？其實呢，英文叫 whistle， 對不對？你發現有一些其實日常生活很簡單的詞，但是你竟然從來沒有學過，這個叫吹什麼？吹口哨，吹口哨 whistle， 吹口哨這個叫吹口哨那如果你洗完頭髮之後，你要用吹風機怎麼樣？你要用吹風機吹頭髮，用吹風機吹頭髮。好，所以這些詞看起來都很簡單，但是用英文講很簡單，但是把它翻譯成中文，你竟然發現我從來沒有學過這些生活上很常見的詞彙
對，吹口哨啊，那個 Mandarin 寫對了，吹口哨啊。好，吹牛很好，吹牛。好，疑惑，疑惑表示你搞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很疑惑啊，疑惑。捂住，好，你可以捂住嘴巴，捂住口鼻啊，像火災的時候啊，火災的時候呢，你要把身體壓低，對不對啊？火災的時候呢，你要把身體的姿勢壓低啊，然後呢，用這個濕的手帕或毛巾捂住口鼻，捂住口鼻，然後趕快的哦，這個身體壓低的姿態離開火場哦。好，各位同學，今天的課就到這兒，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課，也希望你們有學到新的東西。那其實中文有很多生活的詞彙呢，是教科書上沒有的，所以呢，通過理查老師的直播課，希望你們可以學到更多有意思的成語故事，還有生活的詞彙。那麼我們下次見嘍，大家早點休息，晚安嘍，拜拜。